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有一句经典之言：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这不仅是对于新年的祝福，更是传统文化中对于岁首的独特看法。立春作为24节气的第一个，标志着春天的开始。公历2024年2月4日立春交节，此日起正式进入甲辰龙年。在传统民俗学上，立春是一年之初，阳气渐长，阴气渐弱，是新旧交替关键时间。对于先天格局较弱或者多有不顺，尤其是冲犯岁君的人来说，立春当天言行不宜太过张扬。因此，立春作为春天的开始，就有了躲春的习俗。通俗而言，就是躲岁君。与太岁的交替在历史中留下了躲太岁的传统习俗。古人认为，在这个时刻，太岁交接之际，磁场异常，因此需要谨慎对待，尤其是特定属相和年龄的人。关于躲春的禁忌，命理学认为，立春这一天，由于磁场和气场的缘故，通常会比较乱，无论是家中还是办公室，容易招惹口舌是非，因此要进行躲春，防止争吵和是非，否则一年内你可能都非常不顺利。特别是命理上，某一属相在这一年内有什么病灾的话，那么立春这一天自己要躲起来，不要见生人，方可避过未来一年内的病灾、口舌是非。再就是，如果感觉上年自己运气差，那么也需要躲春。对于属相相冲的，最好要谨慎，避免发生争吵或口舌。即使说有些属相不宜接触，关于躲春，我持一定的赞成态度，但是不要过于拘泥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这才是天地之大道。犯太岁，而且太岁对自己本命不利的，应该躲开交接的时间与外人接触，最好一个人坐坐，调节自己，提醒自己，在新的一年，注意别强争，别找事，多干好事，多努力。太岁必然不会带来灾祸，反而给自己带来好运气。2024年2月4日立春之日，正式进入辰龙年，甲为天干之首，天干换甲，意味着世界进入一个全新循环周期。岁星辰土对应巽宫，巽主变化和适应，加上2024年又是九子离火地运的气势，三重影响之下，意味着甲辰年将会出现许多新机遇、新变化。那么进入甲辰新年，哪些朋友的发展走势容易受到外界影响，需要躲春，避免冲撞岁君，减少一些不利变动，以图稳进发展呢？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躲春的具体操作事宜。一、躲春时间和地点。2024甲辰龙年的立春时间是公历2024年2月4日，农历腊月廿五，下午16时26分，即甲辰年，丙寅月，戊戌日。躲春时间为1个时辰，即交节前后2小时，下午15时26分至17时27分。躲春地点
可安排在家中卧室、书房、独立办公室。若是已经外出之人，可临时择一安静无人打扰的室内空间或酒店民宿的单人房等。需躲春化岁之人。一、属兔者，害太岁。属兔的人和属龙是相克的，正值无春年要进行躲春。属兔的人在这一年被称作是害太岁，代表着运势将会坎坷。少卒，这里的害太岁指的是要注意一些小人迫害，以防暗中捣鬼，多注意提防一些最近身边的人，做人做事要谨言慎行。2024甲辰龙年犯太岁的生肖有哪些？犯太岁怎么样？如何化太岁？今年属兔人与2024辰岁相害，全年容易情绪受扰，身心不宁。虽有贵人相助，但也要警惕一拍两散，可得吉祥星耀提升自身。事业财富方面亦有所得，但受不利星耀六害和病符影响。社交和健康方面亦需注意。对于今年想大展身手的朋友来说，策略性依附强者，对己方有利，同时行事不宜高调，要学会识人如炬。属狗者，冲太岁。2024年生肖狗与太岁龙为对冲关系，俗称冲太岁。在各种犯太岁类别中，以冲太岁的变化最大。书云：太岁不可冲，冲者必有祸，尤其容易涉及各种人生大事，包括工作、求财、身心健康、感情生活及出行安排等方面。因为冲太岁是一种非常不吉利的兆头，可能导致许多变数和突发事件的出现。2024甲辰龙年犯太岁的生肖有哪些？犯太岁怎么样？如何化太岁？属狗者在2024年冲犯岁君，不占天时之力，在个人生活或是工作求财求学的过程中，可能会遇到一些事与愿违的变数，一时不济终会过去。调整好心态，用理性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去坚守方向，最终还是有望克服难关，迎来美好的转折。3. 属牛者，破太岁。属牛人在2024年被称作破太岁。2024年生肖牛与太岁龙为相破关系，故称破太岁或太岁相破。破太岁有破坏之意，如破财、破败、破损、破坏友好关系、破坏合作、破坏身体、生病等。流年宜加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慎防或从口出而惹上官非诉讼。2024甲辰龙年犯太岁的生肖有哪些？犯太岁怎么样？如何化太岁？今年丑土与流年天干甲木克中有合，有破犯岁君，全年虽有压力、不顺和波折，但有吉祥星耀带来发展助力，事业财富方面亦有所获。不利星耀寡宿、阴煞、披麻和卷舌，人际关系和健康方面需重视。4. 属龙人，值太岁，刑太岁，进入本命年，尘土自行相争，七杀甲木透出之土，
今年各方面的发展或多或少面临一定的机遇和挑战，多多充实内在，减少纷争内耗，冷静克制应对变化，皆易于解患转安。生肖龙，来到2024年甲辰龙年，是枭龙者本命年犯太岁，双重夹击之下，运势难免会较为波动，容易出现各种极端的情况。生肖龙的财路、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都要注意，提防因外界冲击而受损。本命年应事事谦虚低调，全年做重大决定时需特别谨慎，如创业、置业、投资等重大计划。5. 得知有丑卯辰戌之人，有些人的属相虽未犯岁君，但是的知见到丑卯辰戌之人，也很容易触动辰岁之气，因为流年岁君辰土会和这4个地支发生刑冲迫害的作用关系，因而会影响人的流年走势好坏。例如某已婚者的夫妻宫为戌土，这一年辰戌相冲，冲则不稳，感情方面就容易出现波动信息。若辰为财星，则感情易因钱财而有变动；若辰为官星，则感情易因事业发展而受影响。具体变动势利势弊，需结合个人格局与流年走势来做解析。6. 岁运并临不利之人。何谓岁运并临？岁是指流年，运是指大运，临是指相同一体，即流年干支与大运干支相同。比如某些人正处于甲辰大运，2024年又遇到甲辰流年，岁运重叠了甲辰干支，这样的情况就称为岁运并临。如果岁运并临为原局喜用的干支之气，或能带来好的作用力，那么流年多能春风得意，发展顺遂。但若岁运并临为原局所忌，或带来的是不利的影响，那么此年就容易碰到较大的挫折或困难。具体影响需结合时辰宫位而定。犯太岁，本命年，属于民俗文化范畴，自古由来已久，并非迷信。太岁神不是凶神恶煞，犯太岁，本命年并非可怕之极，只要及时化解应对，自会平安无恙。3. 如何躲春？躲岁君。以上犯岁君的人群，在立春当天要如何躲春、躲岁君，才能避免冲撞新旧岁君交织的气场呢？老头子建议如下：在2024年2月4日立春这天16时26分前后2小时中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最好是一个人单独在一间房里，或待在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空间里，保持清醒状态，关闭手机、电脑、电视等电子设备，不要睡觉，不要聊天，不要被人打扰，安安静静地度过，避免招惹口舌是非。躲春期间适合做些什么事？适合一个人独自在房间内祈愿、静坐、静思、冥想、阅读，不宜看那些书名寓意或内容不好的书，适宜看一些有正能量、引导人积极向上的书籍。写作或自由书写，可以写新年的工作规划
或个人生活的目标计划、美好的愿望清单、给亲友的感恩书信等，练习书法等放松身心之事。立春这一天，万物复苏，春回大地，人们往往对这一天寄予希望，把它看成是下一年吉凶的预兆。那么立春时节有什么禁忌呢？今天就对立春禁忌做个阐述。立春习俗禁忌一，传统上认为立春当天天气晴朗，则来年丰收，如果当天阴天，则来年收成欠丰。立春习俗禁忌二，忌讳吵架、骂人、看病、理发、搬迁等等。立春习俗禁忌三，在立春的时辰不可以躺着，因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起步、起升的时刻，应该站立或者坐着来迎接美好的时刻。有午觉习惯的朋友有必要注意一下，为自己讨个吉祥。立春习俗禁忌四，不要做口舌之争，这是老传统了，也是美德，不口出污秽言语，和和气气，欢度节日。立春习俗禁忌五，立春这天建议大家去田地公园，吸收新鲜空气，感受自然，迎来立春，为自己的明年讨个吉利。立春习俗禁忌六，忌讳吵架，不口出污秽言语，不要做口舌之争，和和气气，喜迎春之至，这是好传统，也是美德。立春乃一年之始，在这第一天，本来气杂而骄，人容易情绪不稳，要是在此日就把美德忘了，那一年不知道你能记得几天。这也是在提醒大家，牢记我们民族的好传统。立春口舌，全年不吉，是非麻烦，诸事不利。因此奉劝我的朋友们，在立春日做好自我调剂，开开心心迎接新的一年。立春习俗禁忌七，立春之日莫搬迁，这个习惯应该遵守，学过易学的朋友应该了解，不要选择时选在4里8节上搬迁，这是交接之时，气息驳杂，搬迁自然不宜。一年之始，便动荡搬迁，新的一年何来安稳日子？要相信日月运行，五行流转，相信属中之一的神秘内涵。顺应天地者，天人和谐，必然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立春习俗禁忌8，立春这一天，出嫁了的闺女不能回娘家。为什么呢？春乃一年之始，古时女子出嫁便是婆家人了，那就不能把婆家的运气带回娘家了。再就是春归娘家去，来年又一春，就是要再嫁人了。以上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说法。今天男女都有独立的人格，无需再去拘泥这些胡说八道。娘家婆家一样亲。立春习俗禁忌9，立春之日不看病。如果看病，就意味着一年都没有好运气。这个说法不过是去讨个好彩头，就像大年初一不看病一样，小毛病耽误一下倒也没有什么，那大病难道不要看吗？人禀五行之气，此日交接春暖，
人生病也是正常现象，去看医生那是对身体负责，不要拘泥这样的说法，看好病身体健康才是硬道理。立春习俗禁忌是：立春之日不理发，理发则不吉利。对于这一禁忌倒是值得考虑。发乃人参之草木，立春回暖，草木出生，刚出生的草木去损害，这是不合天地运行草木生长之理的。再说了，一年四季365天，为什么非要选在这一天去理发呢？这个习惯应该坚持，这是提醒世人为人处事都要遵循自然五行之道。立春习俗禁忌11：立春之日不要躺着，要坐坐或者站起来走走，这是说春暖大地，这天是阳气开始起步起升的时刻，应该站立或者坐着喜迎新春的到来。对于健康的人而言，迎春是个好习惯，民间有很多迎春的习俗，对有价值的应该予以继承。今日立春，沐浴阳光，亲自感受春回大地的温暖，的确是心情舒畅，浑身通泰。希望朋友们把这个习惯继承下来，建议大家去田地公园，吸收新鲜空气，感受自然，迎来立春，为自己新的一年讨个吉利。古语云：立，始见也。立春是24节气之首，也是又一年轮回的开始。这一天，四季重启，天地很快一片生机，一切都将重新开始。古人云：人法地，的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天地立春，人也应效法天地自然，立德、立命、立行，才能立下一年的好光景。立德，古时候的一个立春，曾有个穷困潦倒的盲人琴师在街头卖唱，但不管他弹奏的音乐如何优美动听，都没人为他而驻足。直到有一个读书人同情他，在他身边的牌子上写下了一句话，这才不时有行人停下匆忙的脚步。没过多久，琴师的托盘中便堆满了铜板，而牌上写的话正是春天来到了，可琴师却看不到。也许只有人心的善良，才能如像春天一般美好的分享给每一个人吧。古人云：春有生生之德，立春时，春风送暖，草色因此青青，树木也漫出新枝，万物都有了生机，这是春天的仁德。而人最好的德，便是善待自己，也将温暖送给别人。一个人只有守住自己的仁德，才能承载住自己的福气。正所谓天保我以福，无后无德以亚之。为人一世，求富不如积福。哪怕生活时常让你感到艰难，但只要你积极向善，真诚待人，上天自会眷顾你好运，他人自会回馈你善意，生命也就越加顺遂。你的德行永远是你余生最好的福报。今日立春，在寒气退却，温暖始发之时，
为自己种下一颗善心，也为他人的生命注入一份温情，使自己在新的一年中福厚绵延。立命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立春是寒冬的结束，也是新春的起始。这一天，东风将滞留在万物身上的寒意吹散，渐渐焕发生机，人也应除去阴霾，在心中种下盎然的春意。心有春意，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古语便有云：命由己造，福自我求，境随心转，物由心造。每个春天的到来，无不经历着寒冬惊心动魄的历练，人生也是如此。天虽尚寒，心应早已向暖。暗淡的人生，美好只会枯萎；向阳的生活，才能处处明媚。心中这座城，驻守着你最真实的命运。岁月老了也要护好城，日子苦了也要化点妆。所以立命，就是要扫除心中的不幸，戒掉无谓的坏情绪，停止一切无意义的内耗，在心中立出一道春光。就如同汪国真说的，只要春天还在，我就不会悲哀。圈住春光，才能静静度过柴米油盐的生活，才能梳理好一团乱麻的人生。春暖花开日，愿你从心而觅，养好自己的心态，才不会辜负花团锦簇，才不会错过似水柔情。立行。在我国古代，每到立春的前一天，都会有人扮作春丽，沿街与人高喊春将丽。这既是在告诉人们春天到了，同时也是在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，不为农时，抓紧耕种，才能秋天收获有望。正所谓春争日，夏争时，一年大事不宜迟。立春已到，需立刻行动起来，更需要尽力而行。生活不会有平白无故的得到，也不会有不费力气的拥有。秋日的硕果满园，是因你春夏滴滴汗水的浇灌，甘之如饴的幸福，是因你受住了平日里风霜洗礼的辛苦。生活路漫漫，期间所有的美好，都是因你勤勤勉勉，一步一个脚印开出的花朵。所以立春立行，亦如立人生。我们只有多些行动，才能让余生少一些悔恨与遗憾。只有付出与之匹配的努力，做到与之相应的坚持，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，前路虽风风雨雨，坎坷不平，但越努力就会越幸运。每一份勤奋都不会被上天辜负，你终将会一步步地到达更好的远方。有缘人，今日立春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已苏醒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春来福至。在大运交替的关键时刻，愿你立德以承载福气，立命以养好心情，立行以播种希望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
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